大家好，我是面具人。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是大崩跌之后的第3个横盘周期了。观众朋友们，你们慌不慌？慌不慌？我整理了一下啊，最近网上都在宣传的一些言论啊。面具人昨天也公布了匿名者 T 的爆料，然后呢，我又花了一整夜的功夫研究了匿名者 T 爆料的细枝末节。然后呢，我就发现了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统治者不可信，政权绝对会割老百姓的韭菜的。我整理了一个逻辑思维导图，我会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带给大家看看匿名者 T 的金融政权世界。面具人不知道大家看了我的几个好朋友博主没有 ？ABC 先生、阿力先生。ABC 先生目前呢还是要看空继续抄底儿，阿力先生呢基本上已经放弃抵抗了，躺平了，建议大家不要看盘了。他是这么说的：大家淡定，不要看盘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俩的节目想必面具人的观众朋友们也都有很多观众看过了啊。他们的节目目前是以心态呀、技术方面为主的来解析数字货币市场的。但是呢，面具人我和他们不太一样，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我判断事物的观点往往和你们看到的大多数博主的观点不一样，这也可能是你们喜欢看面具人频道的原因，是不是？那鉴于最近很多人心慌，被这个下跌呀、横盘给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面具人今天呢，就会从政治层面、顶层设计、经济环境这几个角度来告诉你，这加密货币接下来到底会怎么走。相信你们看完了今天的节目以后，就一点都不会心慌了，因为我会给你们揭开加密货币的大秘密。哦，对了，节目最后呢，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下数字人民币又有一个史诗性的爆炸性的大消息了。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点赞、关注、收藏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好，咱们先来说说狗狗币最近这几天继续横盘的事情。它已经横盘了3天了，甚至呢还有下行下跌的趋势，一度触底到了 0.32， 也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目前也都是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在底部挣扎。现在有很多小伙伴们都是提心吊胆的，他们担心熊市就要来了。那面具人，我就想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觉得熊市会不会来呢？觉得会来的请留言打1，觉得不会来的请留言打2。那么面具人根据匿名者 T 的表述啊，面具人整理了一个完整的金融帝国的思维导图，大家准备好进入真正的深层金融政权的领域了吗？你们看完这个节目，一定要把这个真相传播给被欺骗的韭菜们，让他们不要被割肉。其实呀，决定牛市和熊市的根本不是散户。我们也可以看到，加密货币和股票，包括期货市场的暴涨暴跌，基本上都是由机构带动的节奏，而机构呢，则又会被政府带节奏，又或者说是机构配合政府。政府的政策是决定市场的根本，别说什么去中心化的东西，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任何政府都能用枪杆子指着你的头，只要你人还在政府的监管下，那你就去不了中心化。宇宙万物，大到太阳系，小到原子，都是有中心化的。去中心化只是大家的理想概念而已。人他就是一个基本中心，人会被政府监控，这就是没办法去中心的，懂了吗？包括你的电脑、手机、网页、电话卡、银行卡都会被政府监管。那么加密货币这种去中心化的卖点，这种概念呢，也仅仅就是一个营销炒作的噱头，也就骗骗小白就行了。咱们想要赚钱的话，不需要去管它什么去不去中心化，咱们只需要研究清楚市场结构就行了，搞清楚这个市场到底是怎么回事，把握住政治风向，分析清楚市场心理，这样我们才能赚到钱。至于什么包装呀、噱头呀，这些东西呢，就是忽悠外行人的。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吹牛逼的话，但是呢，我们自己不要去信它，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市场和政府的需求会不会导致加密货币的熊市到来啊？面具人先给大家说一些政策啊。之前咱们讲过了，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了把私人加密货币定位为国有外汇资产的事儿，这个大家还有记忆吧？应该都知道，我那天节目已经说过了。然后呢，就是最近轰轰烈烈的，中共出台了各种政策性的，说加密货币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又是违法又是赌博的，又是非法集资的啊，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都是在这几天被集中爆发出来的。可是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还是我那天节目提到的，你们仔细观察啊，中共做事其实很有意思。你们看啊，他经常说电动车违法，可是呢，共产党他只收散户的电动车，但是他不查封生产电动车的厂家。然后呢，你看中共说加密货币违法，但是呀，他只是把散户的网线强行收割，却不关闭这些中资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好似就像是全世界的政府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可是呢，他们就是不关闭卷烟厂。为啥呀？因为这些玩意儿有利益呀，对不对？好，我们再横向对比一下，共产党收割完民间的电动车，他现在是怎么做的？他自己官方出台了共享电动车、共享电池。只有其官方的车才不违法，才不会被收。懂是什么意思不？同样的，国家现在不关闭加密货币平台，也是有它的道理的。现在共产党要推出自己的央行数字人民币，替代老百姓手中的传统现金。可是呢，你要替代，你就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得先把老百姓手中的人民币给回收上来。那怎么回收呢？抬高物价、房价，刺激消费，让老百姓把钱都花掉。看似是个好办法，可是呢，力度还不够。我就问你们啊，买几斤白菜土豆花的钱多，还是你投加密货币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再加上几十倍的合约杠杆，来钱来得快呢？能算来账吗？各位，而且呀，这两者并不冲突呀。加密货币这玩意儿对共产党的好处多得很呢，共产党为何要现在搞死这些玩意儿呢？其实大家仔细回想啊，从美国大选天天喊川普神选之人，疫情又死了那么多人，再到大陆爱国者经历了文革大饥荒、计划生育的惨案，可是呢，这些人依然还是爱党爱国爱主子。这证明了什么？这就证明了民众都是盲目无知的，他们是没有什么记忆能力的，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底层韭菜们始终都是随风飘扬的，风往哪里吹，它往哪里摆。国家今天说区块链不好，韭菜们就都吓尿了，纷纷割肉。国家明天又说区块链好，韭菜们又坚挺了，纷纷入场。就是这样，搞加密货币让老百姓大金额的投资，完了以后再把网线收割，把责任推给平台或者是境外势力。目前没有比这能更好回收人民币的方式了，而且呢，这个散户爆仓了以后还是有双好处的，既可以把韭菜的人民币给爆了，还可以把币抢过来，让他们自己好兑换外汇，因为这个币可以全球交易嘛。再加上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又不好，老百姓们不太愿意投资实体经济了，那大家就可以选择投资门槛低、操作简单的互联网金融嘛。人人都能参与，就代表人人都有可能被割韭菜、被回收人民币。你说，听到这儿了以后，你觉得共产党为啥要搞死这么好的东西呢？你看，国家都已经宣布了要把加密货币作为外汇储备了，那你觉得他还会搞死这个东西吗？咱们再观察啊，从中共收各路的矿山，他以举国之力用水电站建矿场挖矿的那天起开始，就说明他们是认可加密货币的潜力，甚至想要把加密货币武器化，
这种话题呢，我在3月份的节目就已经提前的精准的预言过了啊。老观众可以给我作证，我当时是不是说收矿山是为了把这些矿山当雷一次性的倾泻出来引爆，就会在5月份发生？我说的准不准？对不对？所以说你想要判断市场的动向，你就必须要了解顶层设计和上面的政治动机，懂了没？还有，现在宣传不让你炒币，大家回想一下啊，10几年前共产党不也宣传炒房犯法吗？可是我们来看，炒房炒得最凶的是谁？包括现在又不让散户挖矿，这目的已经很明显了呀。这加密货币就不是你们这些底层奴才该玩的，奴才的钱是用来买饲料吃的。哎，你们其实呀，实在想玩也可以，那我就网开一面，那你们都进来割肉吧。我们看啊，中资平台上每天都会出来各种各样的狗屎币、猫猫币、猪币、柴犬币、草泥马币，这些空气币每天变着法的出来吸收资金，然后呢割韭菜。这样做对中共难道没有好处吗？哎，这样割韭菜就是捡钱呀，对不对？好，咱们且不论国内的空气币，咱们可以看看外国的比特币，一瞬间就能拉到38000，这已经说明了庄家想要拉这么大的盘子都是易如反掌的事儿。所以呀，难度不是问题，只看他有没有必要去这么做。你看，割散户、收矿场，其实呀都不是为了搞死这个市场，应该能明白了吧？其实是为了让这个市场更极端、更有力度。因为市场没了散户的干扰以后，加密货币的市场就是武器，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枪往哪儿指，不用统一散户的思想，指哪儿打哪儿。加密货币市场以后就会变得更装了，以后加密货币的涨跌它就不像现在的这种样子了，坐过山车了。以后的加密货币的涨跌那就是航天飞机，想上天就上天啊，想跌穿就跌穿，想涨上去就涨上去，立刻从地球到月球，想跌穿就立刻从火星到地球。为啥？因为所有的币都在国家手里，它只需要从 A 手导到 B 手，那就是月球到地球的距离。可是这样做啊，大家可能会害怕，其实并不然。我告诉你们，越极端的上涨就越能吸引韭菜进场投资，涨得越凶，韭菜们越有发财梦，越有热情，同样呢，杀的也就更惨。这就是人性的贪婪，大家都有发财梦嘛。否则呢，你看为什么这么多人他放着现货不做，要去做合约杠杆呢？利润高嘛，翻几十倍嘛，为啥不做呢？那既然你想翻倍挣钱，国家就可以带你挣钱呀，直接让你坐航天飞机从地球到月球给你涨，然后再从月球把你杀回来。而且呀，大家仔细观察啊，加密货币是全球交易。共产党把中国的韭菜当柴烧了以后，他还能顺势割了外国人的韭菜，抽外国人的底儿。反正中国的韭菜是没有成本的，想割就割了，多好的！其实呀，还有一个重大事件啊，大家要仔细听好了，那就是5月19日，央行的官员发布消息称，在中长期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央行将放弃汇率目标。这就代表了习近平想要让人民币作为世界流通货币了，他不需要在意美元兑换的汇率了。为什么共产党敢这么玩？一方面呢，是全世界的产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也高度依赖中国。你不管你换不换美元，反正你都是要跟中国做生意。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面具人前几天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全世界主流的各种各样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包括各种各样的加密货币数字钱包，几乎都是中资的，甚至呢没有中资为主的，它背后也是有中资入股的，80%到90%的这么高的一个比例，你信不信？不信你自己可以去调查。
我们都知道啊，玩了加密货币以后，就相当于对接全世界的资本了。因为你买的这个币是可以进行全球交易的，那就代表着你可以利用这个币自由兑换外汇，和全世界的玩家进行交易。那么共产党如果控制了整个加密货币交易的平台和市场，甚至是存储终端，那么他还真的是有底气放弃汇率目标。为啥？因为整个加密货币的汇率市场货都在他手里，都是他控制的，他当然可以自由兑换了呀，他当然可以放弃汇率目标了呀。可是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区块链的意义就是可以对接世界资本。那你说中国的奴才韭菜玩这个，他们就有资金外逃的便利。韭菜玩这个，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手中的真金白银人民币换成美元，换成澳元，换成日元，跟全世界的玩家兑换，对不对？那你说这些奴才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儿，要不要管？所以呀，国家才会放出各种各样的限制性政策，它的目的并不是限制这些贵族去玩，而是限制这些奴才去玩。奴才的钱只是用来买饲料的，只是用来给党做贡献的，并不是说让你去赚钱的，懂了没？所以这个市场的蛋糕还在那儿啊，共产党他也不能放弃，只不过这个蛋糕轮不到奴才来吃，奴才想来吃也很简单，进来吃就要割肉，哼！而且利用这个玩意儿，交易货币拔网线收韭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来看这张图啊，国家前2天还说区块链违法，可是呢，你看今天又在“14+5”的规划上面要把区块链作为智能城市的核心指标。那么看到这儿，你就应该能明白中共到底是不是要杀死加密货币市场了。反过来想啊，那你说加密货币市场都被搞死了，这共产党手里面收过来的矿山，以及全世界70%的比特币，还有他自己开发的各种各样的加密货币，这些工作、这些价值、这些努力和成本，不就都毁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世界性的各个中资交易平台、中资的交易货币钱包，不就都付诸东流了吗？啊！你们看，全世界的交易平台、数字钱包几乎都有中资背景。如果说这些整个市场进入了熊市以后，那必然会导致交易量下降。交易量下降，直接就会导致交易手续费的损失会很大。更别说他们手里面的真金白银的加密货币卖不出去，无法变现，无法产生价值了。再加上熊市没有韭菜敢进来玩，那他们也就更赚不到钱了。所以呢，你觉得这些庄家他怎么可能允许熊市出现呢？现在告诉你熊市，只是为了让你把之前的子弹和筹码赶紧扔掉，让他们好把这些钱吸走，就这么简单。其实这里还有一个中共推出的政策，那就是以后中国人的人民币啊都是要有使用期限的，也就是说，你赚到的钱，你不立刻花掉，就会被作废。你不信？来，大家看这个视频。说现在央行已经测试了数字人民币这个可编程功能中间的一个到期作废的功能。假如你领到了数字人民币，有效期是6个月，6个月之内你不把它花掉，这个钱就没了，你会怎么办？你一定会马上把它花掉。所以这是凯恩斯当年在大萧条中间对付通货紧缩、对付经济衰退所设想的最高的理想。就是如果我们能让货币到期作废的话，就会逼到老百姓马上花钱，只要一花钱，经济就被刺激了，立刻我们就走出萧条了，多么好的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可编程数字人民币会不会到期作废，这个开关什么时候给你开，设定成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1年，这个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经济理论的重大的改变，而且涉及到未来人们行为的重大改变，特别涉及到这种货币背后所涉及到的价值观和理念、文化的这套东西，会不会或者叫能不能在全球通行？看完了吧？其实这个人民币过期作废和加密货币是异曲同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老百姓手中的资金。既然这些东西这么有用，还能顺势割外国人的韭菜，那你说共产党为啥会废掉加密货币市场呢？为啥吗？有没有必要？
那么面具人通过匿名者 T 先生的思路想到了这么多，大家觉得是不是在理不在理？好，接下来呢，面具人就要给大家揭秘比特币、以太坊和狗狗币横盘了这么多天，究竟是不是意味着熊市就要来了？面具人，我觉得很可能不是熊市。那为什么要横盘这么多天？为什么？大家可能会想不通啊，你来听我给你解释。我们只需要观察啊，咱们就拿狗狗币来说，你说它横盘了这几天，震荡或者下行，你看它下行，它就是不突破 0.3， 为什么？因为之前把网线铺底儿的 0.2、0.25、0.28 这些范围内的几乎都是庄家。既然它横盘不突破 0.3， 就代表庄想要杀掉 0.2、0.3、0.4 混进来的定力不足的人。其实筹码是双向的，如果 0.3 横盘的这个周期中市场的热情很高，那它就有可能顺势下杀，割了这些进来人的肉。可是目前来看呢，他连 0.3 都不敢突破，或者说是 0.28 都不敢突破，就代表他没有底气下杀。没有底气，为什么没有底气？因为他没有吸够足够的筹码。如果说现在是唱空多，就证明庄家还是想要继续铺底儿，压缩筹码。所以呢，大家目前都不要慌，只要下行不突破 0.3或者是 0.28 这个点位，你们都没事儿。你们只需要把手中的弹药留好，目前都在车上就行了，别贪，不一定非得在 0.3 这个点位加仓，别贪，两手准备，上涨上扬和下行两种策略我都会在我的会员群组里面提前放哨的，大家只要记住前几天我的节目判断的是多么的精准就好。我当时说 0.5 不要盲目上车，还有很多人当时骂我，这几天又回来给我发邮件给我道歉。那么至于熊市到底会不会来，其实很简单，大家只需要看市场大环境。目前呢，疫情还没有过去，全世界它只是目前的大宗商品有点涨价啊，会导致一部分资金被套现，让他们去囤货。可是呢，实业目前还是没有太大的活力，没法做嘛，有疫情你咋做？那只能做互联网虚拟金融。这个市场目前空间还很大，要爆雷还不是现在爆，而且呢，任何雷啊，它在爆之前啊，它都必须点燃一把火，它必须要有一个高潮。可是呢，目前来看啊，高潮还远远没到呢。你怕啥？你现在割肉，你现在跑，你就赶不上爆破的烟花的绚丽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有想要进入会员实战群组的，可以看视频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留言区置顶留言也有我的联系方式，你们可以联系我，点赞、订阅、收藏这个视频，并把它转发给更多的人，让匿名者 T 的真相传播给更多的韭菜，救助更多人，这样我们才能更安全，我们的币和钱包才能涨。再见，我们会员群里见啊。